这样还没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的观众呢，请记得马上 search Alexa Daisy， 然后按一个 follow， 你就可以获得最新的资讯了。嘿呦，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 Alex， 我是你们的 Alex。这样你们一定很好奇，为什么这一期我会在这里做开场白啦？当然有些目的啦。然后我现在在 Digital Mall 的附近，这样你看买标题也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产品啦。这样啊，对，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一定要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哦。这样还等什么？我们现在去找把 game 先，过后我再给你们看看我拿机的现场吧。哇，真的是很折腾下，搞差不多1个小时半啊，还是2个小时这样子的。先说明一点啊，这一个差不多4000块的东西是自助的啊，这个要是炒啦，没有业配啊。这样我们马上回家开箱吧。盒子延续了 Samsung Galaxy Note 9系列的设计语言。S Pen 的颜色是随着手机的颜色去配对的。打开盒子之后，依旧是一个装有手机壳还有说明书的一个黑色的小盒子。再来，当然就是这一次全新的25瓦闪电的快充头啦。终于连配件都有点高档了，我希望 Apple 是学校的啦。接下来是因为 Note 10的系列取消了这个耳机孔，所以这次随附的耳机是 Type C 的 AKG 耳机。再来就是 S Pen 的皮型的替换组还有 OTG 的转接头啦。最后当然就是我们这一次 Note 10 Plus 的本体啦。厂家这一次非常的良心，预先贴好了手机膜给用户，因为他们也知道 Samsung 旗舰机要好的镜片真是又贵又难找啊。整体上手质感我觉得非常的棒，完完全全不用担心屏下指纹受影响的问题。当然啦，这个是原厂的可是有一点我觉得比较注意的是，因为它这个不是防爆的镜片，所以使用的时候要小心哦。跌爆的话，镜片你懂多贵了？虽然这一次 Note 10的系列延续了 Note 一贯方正的设计，但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边框的用料还有切割都有非常明显的差别哦。这一次我第一次摸上手的时候，那种感觉真是非常的舒服。而且我 Note 9带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硌手哦。除此之外，它这个黑色的质感看起来非常的高档。不过我一直都很相信 Samsung 的配色还有成色这方面的技术所以这一次不例外了，这一款颜色服了我的心了。至于为什么我选这个颜色而不买 Aura Glow 这个颜色呢？是因为我觉得那个颜色太花俏了，而且那个 S Pen 那个颜色我觉得非常不搭那个手机的配色。这纯粹是我个人的观点毕竟这个是我接下来要使用的手机，所以我怎样也可以讲讲我的想法吧，不要喷我啊。Oh my god， 扯太远了。这一次的镜头摆脱了 Samsung 旗舰机一贯把镜头放在中间的这个设计语言这一次竟然把它放在左上角，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像华为 P 的 Deep Pro？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很像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大改变反而让人家知道这个就是最新的 Samsung Galaxy Note 10然后这一次 Note 10系列也把 Bixby 键取消了，而把全部的按键放在左手边，这摆脱了 Samsung 以往所有的设计风格。看来适应真的是需要非常久的时间不过话说，我个人认为这一个非常不符合人体工学你们想看把全部 button 放在一边，然后你要我的拇指来做什么呢？ Note 10 Plus 这一次是沿用了3选2方案的 SIM 卡槽，更是双卡双4G然后记忆体最大的支持容量竟然达到1TB然后那一个卡槽隔壁的洞就是麦克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次的 Note 10系列依旧是使用了双喇叭的设计，可是你好像看不到手机顶部有任何的喇叭这个是因为 Samsung 的工艺水平又上了一个境界了，竟然藏在屏幕的上方。如果真的是没有仔细看的话，真的是看不到看不到的观众也多多包涵毕竟我的影片是用电话拍的。下面就是有一个喇叭，还有就是一个 Type C 的插口Samsung 身为屏幕界的老大，所以这一次 Note 10的系列当然是搭载了业界最好的 Dynamic AMOLED 屏幕了。这一次的镜头位置从右边改放中间，然后那个镜头的切割也变得小了。
整体来说虽然还是有点碍眼，但是你也不可能一直看着那个镜头吧。而且当你看到这一块那么漂亮的屏幕之后，相信我 2K 的屏幕分辨率加上 HDR10 Plus 的支持，根本不会那么的过去鸟它了。这一次的手机也达到了1200 nits 的超高亮度啊，在光天化日下你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哦，对啊，我想说一样东西的就是以往我非常不喜欢 Samsung 的护眼模式，但是这一次降低42%的蓝光的护眼模式，还是让我眼前一亮的。讲到屏幕，大家一定也很在意边框还有厚度啦。我可以告诉你，即使我用过小米 9T 这样的真全面屏的手机，但是 Note 10 Plus 的边框加上94.28%的屏占比，加上顶级的屏幕，这才是最棒的屏幕啊！Note 10系列这一次的喇叭是采用了 AKG 亲自调教的双喇叭设计，还有这个屏幕发声技术也依据拥有 Dolby Atmos 的技术。这样讲这样多，不如听听看啊！音响即使不开 Dolby Atmos 也带给我的体验，我觉得是很棒了。讲了这样多，是说讲一下 Note 系列最大的亮点，当然就是 S Pen 啦。这一次的 S Pen 的确带来了不少的 gimmick，Samsung 更比喻它为魔法棒。像我来教你们一些基本的操作吧。当然不是这样，只需要根据一些特定的操作就可以做出相应的指令哦。不过我不懂是不是我个别的案例啦。zoom in zoom out 的时候，这些操作都是时灵时不灵的。像如果也有类似问题的 Note 10使用者的朋友们呢，你们也可以留言，我们一起讨论看看哦。除了相机指令啊，这一次的 S Pen 的书写舒适度是非常好的。它唯一让我觉得我有用的功能就是写了中文和英文的字可以自动切换成字体，然后还可以 export 去 PDF 还有 Word 等等的格式。Malaysia 版本的 Note 10 Plus 搭载的是7nm的 Exynos 9825，还有 DDR4 的12GB 的 RAM。因为我这一个是预定的一个产品，所以 Samsung 的优惠就是从容量从 256GB 免费升级去 521GB。我想说啊，我也不懂为什么 Samsung 给我这样的优惠啦，因为你以为每一个人都有几百部的 AirPen 放在手机的咩？讲完这些那么吓人的内置，各位最在意的一定是跑分啊。这次 Note 10 Plus 在 Antutu 的跑分竟然达到了27万，还有 Geekbench 的跑分竟然达到了8000多分。这样既然已经达到了这些跑分了，玩一些主流的游戏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啦。这一次的 Note 10 Plus 搭载了43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可以说是一天一充是没问题的。而作为重度使用者的我呢，用了一天不充电的电量，其实还可以有剩28%的。不过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耗电量是非常的快的。那是因为 Exynos 本身就是一个蛮吃电下的一个芯片来的。这样接下来我想聊一聊充电啦。这一次全新的25瓦快充可以让你用40分钟从0充到80，非常的不错。充满大概要用1个小时10分钟，这样就可以满电啦。作为一个 iPhone 使用者的我，看到这样的速率，我顿时觉得 iPhone 真心烂。至于 Note 10的无线闪充嘛，这是一个我几乎不用的功能，所以我在这里略过啦。这次的这个 Note 10 Plus S 有4颗镜头哦，哪里可以不讲它们呢？首先就是最上面的那一粒，就是 f2.2 16 megapixel 的123度超广角的镜头啦。再来就是 f1.5 可以切换去 f2.4 的12 megapixel 的主镜头啦。最后就是 f2.1 的12 megapixel 的望远镜头啦。那 Note 10和 Note 10 Plus 除了屏幕和 RAM 之外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嘞，它们还有一个区别就是 Note 10 Plus 多了一个 VGA TOF 的镜头啦。Samsung 手机在拍照上不用质疑，一向我都觉得是非常顶尖的，依然有 AI 场景辨识的支持，让不是很懂相机的朋友也可以拍出很美的照片。这样我给你们看一点例子先，这一些照片我都是没有用专业去调教的，夜景模式也是完胜的 iPhone XS Max。再来就是给你们看看影片录制的效果吧，像这个就是那个实测 Live Focus Video 那一个效果啦。而且现在是没有 stand 的，你们觉得那个 stabilization 如何嘞？如果你们觉得好的嘞，然后不好的嘞，都可以在上面留言的。讲完后置镜头，我们来讲讲前置镜头。前置镜头是采用了4 megapixel 的自拍镜头，画质这里我真心觉得一般般罢了。由于我是一个不爱自拍的人，所以在这里我就简单带过啦。Note 10 Plus 采用的是全新一代的超声波屏下指纹，相比起 S10 系列的嘞，这一个解锁的位置放在更容易按压的地方，
不得不给Samsung一个赞的。辨识速度也非常的快，沾水沾油没问题。哦，对，这一次的 Note 10 Plus 也是支持脸部解锁的哦，速度也是蛮不错的。其实经过一些简单的开箱这一几天的实测之后，我发现其实 Note 10没有我想象中的这样差。虽然我一开始对它的打孔屏有一些的不满，可是看久了之后其实不是什么大碍。就像当初我接受了 iPhone X 的那一个刘海屏一样，这样我会先用1个月，我再会分享到底 iPhone X Max 还是 Samsung Galaxy Note 10 Plus 好用。哦，对了，为了庆祝我破200个 subscribers， 我决定送3台Mi Band 4。参加条件也很简单，只需要按赞、订阅还有打开这个小铃铛就可以了。然后再 comment 你到底比较喜欢 iPhone X Max 还是比较喜欢 Samsung Galaxy Note 10 Plus 呢？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吧。